穿越这浮夸的世界，期待重新裂变的力量。反转中溢出这愤怒，足以燃烧崎岖大路。幸福从来没有力气，感动或伤害，只会更坚强。寻寻觅觅，追踪真相，引领前进方向，始终都是你。可以不让你，答案就在前方，不能退缩，不想设防。可以不让你，秘密就在心中，沉浸思念，为记相同。拥抱刺破天空，不再可控，眼看脆弱揉碎，好想打开。只有你，只有你，只有你为我定义。这字念什么呀？这哎，你说这个都没见过这字啊！哟，为何又让他们在外面听着动刀？他们又不知道我在干嘛，让他们听听声音，扰乱他们的注意力，这样露出破绽的可能性就更大。高明，宋叔叔，马哥哥，来，你们瞅瞅，这什么？是胃吗？胃里面是什么药材？胃里有药材吗？你看看，啊！大黄，如果剂量足够的话，便是毒药。So this name。这是心不是肺，别看了。这也是大黄吗？两人都服用了大黄，为什么还要咬舌自尽呢？马哥哥，你的答案就在你的问题里面，因为凶手想造成他们是咬舌自尽的假象。哦，我明白了。马哥哥，你可真是刀头舔血的英雄。什么意思啊？你看看他们一个一个的，都吐的肠子都快青了，你跟没事人一样。你这简直就是淡定哥呀！咱家呀，就是胆子大一点嘛。啊，胆子大。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解剖他们的喉咙啊。白姐姐，云儿，哎，师傅，你怎么在这儿？你是来找白素梅的？啊，师傅，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告诉过你，叫你不要掺和江湖的事情吗？师傅，你先告诉我，是谁让你来殷家的？我杨秋池哥哥呀。杨秋池。哎呀，师傅，那你先告诉云儿，白姐姐她现在到底在哪儿啊？出门右转，稻草堆后。啊？还有，记得我告诉你的事情。哎，师傅，师傅，你真给力！这字念什么呀？你说，
马哥哥，你看他们的下颌骨和喉骨，两处软组织有明显的外力挫伤。拿着。还有鼻骨也有伤。大人。什么意思啊？这两处软组织挫伤，可以推断出，当凶手给他们服用大黄之后，他们必死无疑的情况下，凶手为了造成他们是咬舌自尽的假象，一只手捏住他们的鼻子，另外一只手使劲扭住他们的喉咙，使他们初步窒息的情况下，不得已吐出他们自己的舌头，然后猛然使力击打他们的下颌骨，使他们咬断了自己的舌头。那为什么不能是他二人服用了大黄以后，两个人用自己的手掐住脖子，咬舌自尽呢？你傻吧？人的手臂的物理力量是达不到的。然后从生理反应来说，当人已经初步窒息，人的手臂会自然而然地松开。他俩会武功呢？也不可能。啊，马哥哥，你看，他的鼻骨已经被打得粉碎。马哥哥，马哥哥。交了啊，就这样，交。哎呀，这凶手的笔迹实在是太难辨认了。宋大人，应该找到凶手了，是不是金师爷？啊？哎，队长，你如此神断，因为金师爷的笔迹是最不像的。正是。等，大家不明白。马哥哥，你能不能补脑啊？你想想看，金师爷是不是这些人里面文化程度最高的呀？啊，按照模仿笔迹来说，他应该是模仿的最像的。可是结果呢，他模仿的是最不像的。那说明什么？说明他心里有鬼，说明他一定是内鬼。大家拿下这厮！哎呀，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玩 SM 了！我靠，他包走了！站住！关门！金师爷，你老爷，对不起。大人，不是我，这才是真正的咬舌自尽呢。妈了个，线索又断了。稻草堆。杨兄果然在1个小时内便把奸细给找出来了，当真是所言不虚啊！可惜了了，金师爷死得太早了，我还没对他动大刑 ，SM 他一死。他身上竟然藏有建文余党的银票啊！嘿，哎，再说，他也是本县多年的下属啊！哎呀，好不容易揪出这厮，这妈了个，又咬舌自尽了，这线索又断了。哎，这线索还有一条路可以走。什么路啊？马哥哥，你让锦衣卫在谢寡妇他们家搜到的那顶草帽，你给我。草帽干什么呀？解剖，做手术。草帽还可以解剖？啊哈，还做手术？哎，你这么一说，可真是提醒了我，还有一件大事没做呢。一件大事我给忘了。队长！白姐姐，白姐姐，你
告诉我，是谁把你绑架弄到这儿来的？啊，白姐姐，白姐姐，你跟我说呀，没事儿，别怕。狐狸爪印，又是弧线。我说过，我会让你好看。小雪，现在的你和现在的我，都是崭新的开始。无论何时何地，你我都是结发夫妻。我不会让你受一点点的伤害。相公。老娘这张脸多漂亮，老娘就用了这个面膜。你看老娘用的多漂亮，你看看呀！哎，姑娘，你是谁呀？不是，你看看我的脸多漂亮，就是用了这个面膜。你是谁呀？我又不认识你，神经病啊你啊！真是。卖面膜了。甄选高山深谷娃娃鱼美白精华美白 C 秘密面膜，用完了之后呢，你的皮肤保湿、美白、去皱、抗衰老，还把你鼻头上的小角质、脸上的粉刺全部通通去掉，让你的皮肤全部充满胶原蛋白，咣咣咣咣，就像娃娃鱼一样细嫩柔滑。真的管用吗？这是我夫人。冯小雪，她是冯小雪。四姨夫、六姑婆，你们可以不记得我冯小雪的脸，难道你们听不出我的声音吗？啊！还有你二牛婶，你忘了上个月你在我那割了一个猪尿泡，给你们家小牛治尿床症了啊？那大虎哥，你忘了10天前我把最后一个腰子留给你，还有那半扇干尖给你当下酒菜，都忘了你啊？哎，真的是他呀！这是冯小雪呀，这怎么会有这人啊？真的，这要多亏了我们家相公，他是华佗转世，妙手回春。哎，他就是用了这个娃娃鱼做成的这个面膜，给我换了脸。就是因为这个面膜。哎，四姨夫，你要不要买一些回去给你们家二丫头用用呀？行，给我来3个。好嘞。哎，给我。来，都有，来，别挤啊！来，都有，慢一点啊！头发怎么这么短？毛寸、圆寸，不对呀，古代人怎么会有这么短的头发呢？工作期间概不见客。秋宝宝，快出来，妈妈找你有事儿呢。什么事儿啊？我说儿子呀，家里都来客人了，你一直待在里面都不出来接见接见呢。哎妈，我要以工作为中心嘛，要是有客人的话，哎，这可是娘啊给你纳的小妾，你不要见见。
纳妾。来，快坐啊，坐下啊，坐下。哎，你过来给我坐下。娘，相公，你快相看相看。儿子，快看看，这是娘啊给你介绍的人。相公，哎呀，我一个宅男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哎呀，你看看嘛，看看呀。你不是那天看病被我花痴的那个女孩吗？小女秦芷若。娘家妈妈，你看看我们秦姑娘，那可是咱们广德县数一数二的好姑娘，这18般武艺样样精通。这刺绣呢，哎，那是10里挑一。我刚才呀跟秦姑娘聊过的，人很不错的。秦姑娘，不知道你的身子如何呀？啊，姐姐，小女身子很好，不曾害过大病。哎，再说这秦老爹吧，杨老夫人，这秦老爹在我们广德县也是数一数二的老爹爹。你看看，把我们秦姑娘培养得这么好，这刺绣……好了，这些我都知道了。哎，可你不知道的是，这秦老爹说话可是干脆利落，从不说轱辘话的。哎，这个好。秦老爹啊，不知您的祖上可都有生育？哦，当然，我们家是7窝那个8代，要不是芷若她娘过世早的话，我何止一个丫头呢？真好，相公啊，那你的意思呢？女人我懂，她表面上满意，内心一定是吃醋的，所以我必须要把装逼进行到底。儿子，小雪在问你呢，快。不可。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狐仙吗？哎呀，哎，白大人啊，云儿，梅儿醒了吗？哦，还没呢。哎，坐。白伯伯好些了吗？哎呀，这迷香啊太厉害了，我现在啊这脑仁还疼着呢。哎，云儿啊，真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啊，梅儿必遭毒手啊。哎，云儿，可曾看清来人的模样了吗？没有。那白伯伯呢？只闻到一股香味儿，之后就全然不知了。先是绑架我，后是要杀害白姐姐，这个狐仙究竟是人是鬼啊？哎呀，想不通。算了，还是交给我哥哥杨秋池来想吧。好，也罢。不可！有啥不可的？小雪，老妈，你们都知道，我现在的事业还在上升期，我的心思都在事业当中。我立志于把我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明朝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当中去。如果现在纳了妾，那就是有点影响我的精力，所以你们明白了吗？你别说纳妾了，你不是答应纳妾的吗？啊！相公，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就同意了吧？哎呀，你们要考虑考虑人家秦姑娘的感受吗？人家是一个活生生的大活人，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有美貌有前途。我不能这么自私的影响到人家美好的前途，对不对啊？我愿意让她飞，让她走，让她飞更远更高。杨公子，只要你愿意，小女便同意。你听听，你听听啊！秦姑娘，杨秋池谢过你的好意，不过我还是不能够同意。杨秋池啊，难道非让老衲跪下求你不可吗？哎，算了，
娘家没有后，只要你同意纳妾，老娘就给你跪下。娘，小姐说的是自己跪下，不是您跪。快坐下啊！娘，快坐下。杨公子，你看看，你再不答应的。好，为了我老妈的幸福，为了小雪的心愿，我同意了。不过有个请求，秦老爹、秦姑娘啊，在我们成亲之前，还是有请你们先住在我们广德县的驿馆比较好啊。那是应该的，那是应该的。住驿馆，相公，住驿馆花很多钱，干脆就让他们住在咱们家吧，好吗？老婆，自古以来都说男女授受不亲，这还没成亲呢，还是住驿馆比较好，对吧？但是，现在我儿子啊心细，真好。金师爷死了，姓柳的还活着，这都怪我。白素梅的事也还没成，时间紧迫。大人，要不然属下再走一趟吧。诸事堪忧，小心为上。是，亲娘，我女儿能嫁到你们家是她的福分，哎，这呀我就放心了。娘，你听我说，陪秦老爷他们去驿馆，你去就好了，干嘛非要叫上我？我还有自己的事业要忙呢。不行，纳妾是大事儿，你得听妈的。对呀，亲爹说的对呀。杨公子这样一心为公，侠义心肠，当真是好人。等我们坦诚相见，促膝而谈，你就知道我好不好了。儿子呀，真是妈的好儿子。你会想吗？偶尔还会想我吗？爱情故事主角已换作他，对我没说完的情话，没有结局的童话。我想我是时候蒸发，把幸福筹码都留给你和他。那些照片留在心里的画面，你现在是否还能想起昨天？为什么对他比我好一些，让我一个人度过寂寞的夜？